这次我们在多洛米蒂待了3天，从休斯山到富内斯山谷，再到三峰山，每天徒步2-3万步，只为了拍到那一束光，等到那一片云开。有时候美到说不出话，有时候也只想坐在石头上发呆。3天很短，故事很多，欢迎和我们一起走进这趟没那么完美，但很真实的山中旅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这次又来多洛米蒂了，这也是意大利非常有名的阿尔卑斯山区。那这个地方呢，也是欧洲最大的高原草甸，是不是很壮观？上次呢，我们没有完成的遗憾，那这次就要补充上。上次呢，因为人太多没去成三峰山，这次我们一定会去三峰山，然后计划还会去孤独星球的封面，富内斯山谷，以及现在就是休斯山了。我们是昨天晚上凌晨2点才到这个地方的，因为现在刚好呢天气特别好，所以的话呢人也很多。一路上你是想象不到，德国、奥地利都已经11、2点了，还高速上堵得要死。然后现在吧，山区天气虽然已经很暖和了，但是不太稳定。我们每天就在网上看实时的天气预报和那个 webcam， 然后看哪个地方天气好，然后每天临时决定去哪个地方玩，这样。前一天赶了一整天的路，所以今天就打算轻轻松松地走一走，在休斯山这边随便逛逛。这儿是多洛米蒂最大的高山草甸，现在刚好是花开的季节，游客也不多，走起来很舒服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景点，就是边走边看边拍。这种时候在山里安安静静地待着，呼吸点新鲜空气，感觉很惬意。你看它山上这些牧场小屋，我一开始以为这种就是给游客住的这种公寓，实际上发现它其实不是的。它这些农场主呢，他们在这边放牛，然后收草的这种小屋，他们的夏季牧场小屋，干农活的地儿，上去看一看。这呢就像是人家的家一样，只不过他们夏天牧场收草用的地方，也看不到什么。2,000 years later. 好高啊，根本上不去。好像上来了。哞咩，看好像要下雨了。我看天气预报说今天下午其实没有雨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带伞，所以现在赶紧往回走吧。现在想想看还是很感慨。4年前呢，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，也是以这个山峰为背景拍了一张照片。4年之后，它还长这个样子。它静静的就见证了我们的这4年，不光是我们，可能几十年、几百年它都在这里。现在往山上走，缆车在最上端，我们在下面逛完之后再走回去，要走20分钟。听到下面的羊的铃铛在叫，看到远处还有奶牛，是不是很有田园风生活的感觉？
从休斯山开车40分钟，我们到达了富内斯山谷，这也是《孤独星球》的拍摄地。很多人会跑来这里打卡拍照。这个地方本身是不收门票，而且还有公交车可以到达，是很方便的。不过现在看到这个风景秀美、岁月静好的地方，实际上在100多年前就是战场了。当时这个地方还是属于奥匈帝国，也就是现在的奥地利。当时生活在这里的都是奥地利人，他们说着德语，然后吃猪肘，喝德国啤酒。但是呢，当时1战奥地利也失败了，所以这个地方就被割让给了意大利。意大利呢，在战后呢，也是对这个地方实行了非常严厉的管控。这个地方人再也不许有讲德语呢，然后有他们的奥地利当地文化呢，学校也是不准再说德语，只能进行意大利语。那他们呢，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就留在这里接受这个当地的政策，要么就是离开去到德国。大概80%的人都因此呢离开了这里，跑到了德国，只有20%的人留在了这儿。但是这20%的人呢，在20年之后也是受不了了。50年代左右吧，他们发动了起义军。这个起义军呢，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，叫做自由之火。但是他们不攻打军队，也不伤民，只是呢去攻打一些基础设施，去炸那些高压电缆。这呢让意大利政府非常头疼，甚至呢当时还派出了北约军队来镇压。这之后，意大利政府也算是妥协了，和这个地方呢达成了协议，也就让整个多洛米蒂山区变成了高度自治州。这个地方可以再说德语，继续他们以前那种岁月静好的生活。所以你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，现在过这样的生活，也是当时100多年前的人民所争取而来的。而且可以看得到，现在的地名的话，也是上面有德语，下面意大利语，都是双语的。实际上来说，这个地方的居民大概80%还是说德语的，只有20%的人现在还说着意大利语，是不是很神奇啊？后面这个教堂就是富内斯山谷最著名的打卡点，门票4欧元。因为后面就是盖斯勒山峰了，你可以拍到这个山峰和教堂融合的地方。然后这也被评为世界上最孤独的教堂。虽然我感觉到处都是世界上最孤独的，我们在法罗群岛的那个也是世界上最孤独的。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加拉佐伊山口，这个地方呢海拔将近3000米，你可以看到都已经夏天了，但是呢到处都是雪，走起路来其实还挺多雪，挺难走的。我猜这个地方冬天应该是关闭的状态，缆车不能上来。那你们可以看到对面的这个山体，这个岩石感觉颜色有一点偏黄色，又有一点偏紫色，它会随着阳光会显现成不同的颜色，像清晨或傍晚，它会有黄色、橙色、红色和紫色的颜色。那这就是要说起18世纪末的事儿了。当时是一个法国地质学家，他就叫多洛米蒂，他发现了这个岩石。然后为了纪念他呢，所以这个地方的名字就以他的姓而命名，也叫多洛米蒂。所以呢，多洛米蒂其实并不是来源于德语或者意大利语，而是来自于法语，想不到吧？看摄像一路走来都快摔倒的样子，谁让他不拿登山棍呢？你看，现在这一路上都挺难走的，一直走到尽头，你想象不到吧？现在这个风景秀美、气势磅礴的地方，实际上呢，在100多年前是1战的战场。当时呢，奥匈帝国和意大利都在争夺这个地方，然后士兵都在这里面挖战壕、修地道，还建铁索桥。所以实际上看起来，现在这个宁静的地方，当时实际上是很残酷的，很多士兵都冻死在这里了。
我们现在来到了交屋山口，这也是整个多洛米蒂山区风景最开阔的山口。那可以看到呢，今天天气还不错，所以可以看到周围都是雪山，360度无死角，所以呢，随手一拍呢都是明信片风格。那这个山口的公路也是很多骑行爱好者和摩托车党的天堂，因为这里地势比较崎岖，山路18弯，而且呢地势比较开阔。 所以他们都很喜欢来这里挑战。让我先喘一口气儿。这个山口呢，倒是不需要坐缆车上来，我们是一路开车开上来的，10公里的路开了半个多小时，你就可想到这个公路有多崎岖了。我们走到山口跟前了，哇！现在风突然变得好大，好冷啊！ 我们准备拍几张照片，然后就回去了。你看这头发被吹得乱七八糟了，这山口的风怎么那么大呢？原本我们以为还有点时间，就顺便去了一趟索拉皮斯湖。网上说从停车场走1个小时就能到，我们看了下表，当时晚上快6点，想着来回2个小时，问题不大，结果就悲剧了。一路上全是上坡，还有好几段超窄的山路，走着走着天都快黑了。 天黑了还到不了。眼前的这个湖泊呢，就是索拉皮斯湖。我觉得这也称得上是整个多洛米蒂山区最梦幻的湖泊吧。你看它的颜色呈现牛奶蓝颜色，就像是牛奶里面滴了一滴墨水一样。这个呢是由于冰川融水形成的，然后它是一个高山湖泊，是不是很神奇啊？这个湖泊呢，缆车到不了，也开车到不了，我们徒步徒了2个半小时才能到。我觉得这眼前的一切也都是值得的，太漂亮了。现在天差不多已经快黑了，我们还没出去，我猜估计还有个20-30分钟我们就能出去。不过最危险的部分已经过去了，赶紧走吧，这也是人生第一次。
里就是三峰山了。好不容易来到这里，停车场是要预定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徒步，大概1个小时，应该是可以看到整个3座山峰。这也是多洛米蒂山区最有代表性的地方，可以看到就3个僧侣一样的3个山峰竖在山中间。别看今天天气是晴的，结果还雾蒙蒙的，都看不见远处的山峰了。哎呀，不知道下午会不会好一点。我们准备走一个环线，从这边上去，然后从反方向三峰山的另外一面绕下来。那天三峰山的天很奇怪，回家我们才知道，原来是加拿大的火山灰飘到了这里。稍微休息一下，你看。对面就是魔界之路了。下午我们走完三峰山之后，就会去对面，看对面那块也有一些人在上面走，感觉不是很难。教堂下面这个地方还挺适合照相的，过去拍一张。现在要沿着这个路往山上爬那个一小段。哎呀，我们走的是一个长的、比较坡、比较缓的路，到那边大家在那边汇合，没有走那个比较陡的，但是比较短的路。但感觉现在这样也挺累的。你看，真的是3座山峰啊！刚才我们一路爬坡过来，我看是1座山峰，实际上它另外2座在后面叠在一起。结果现在转过这个弯之后，发现是真的3座，中间那个是最高的，两边一个次一点，然后最右边那个最矮。我们到三峰山的跟前了，这里是一个比较好的观景点，可以看到现在下面还有一点积雪。其实这个地方也是1战的时候打仗的地方，也是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前线士兵的前线的地方。你想象一下，当时士兵在风雪中这样匍匐前进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准备爬一个这个上坡，大概半个小时，然后后面有一个山洞，可以远眺整个三峰山的全景。哦，还可以往前走哎，我明白了，有点不敢走了。Oh no, I better not try. Yeah. But it's worth it. 刚才碰到一个小哥，他走过去给我展示他拍的视频，就是不光其实你要走过这一段下去之后，也是一边就是悬崖，什么防护都没有，你拿着绳子顺着往下爬，太吓人了。虽然能拍到三峰山，我还是往回走吧，害怕。我们以为刚才上去的那个山洞就是可以看三峰山全景的，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不是。我看上面站了2个人，好吓人。我们实在是不敢走过去了。你看，我们从三峰山的尽头那个地方一路爬坡走过来，大概半个多小时，好累啊！啊，前面有一个小木屋，现在准备去吃点东西了。难过了，后面这个小屋不开门，因为今天是假期，我们只能回去的时候看在门口哪找点吃的了。唉，
从小屋转过来之后，很惊喜的是发现了2个湖泊，在雪山的映照下还很漂亮。找到了这个山洞，拍到了人生照片，在山洞门口，然后后面就是三峰山了。一路爬过来还可以，也就5分钟吧，很开心。刚刚那个打卡点就在下面这家红色小屋附近拍的，那是一家意大利餐厅，也有不少人会在那儿休息。从小屋出发，沿着小路往上走，大概10分钟就能走到这个山洞。刚才从山洞出来，这一路往下，就发现所有游客都没了，是被这个山峰给吞没了吗？太奇怪了。我们现在走的是三峰山环线的后半段，这一段人比较少，也很安静，也难怪了，因为坡度挺陡的，走起来也挺费劲。现在走到山谷里了，下面有一点绿色，我拍拍三峰山，看看这样会不会好看一些。刚才看了一下拍的照片，这个机位实在是太漂亮了，因为现在下面有草坪了，就在草坪的眼缀下就有一点颜色了。耶稣 I love you， 看下面都是各种石头摆成的名字或者他自己想说的话，从上面才能看得出来。终于快上到这个山顶了，累死我了！你看看回去的路，我们就是这样子，沿着对面那条路过来的。看到对面那个山峰上面有一个红房子吗？我们刚才就是从那边走过来的，一路翻山越岭。实际上呢，我发现三峰山不只是3座山峰，你看从这个角度看，它其实是一片的山。然后只不过我们在那边那个角度看，它好像是3座山峰。找到了一家餐厅，还开门着，稍微休息一下。太累了，还有40多分钟才能到入口呢。旅程的开始总是让人充满期待，脚下是松软的山路，远处是沉默的雪山。那一刻，所有的烦恼仿佛都离我们很远，只觉得只要一直往前走，就能走进心里那幅画。但旅行从来不只是属于晴天，有时候天说变就变，风打乱节奏，那条看起来不远的路，脚下却比想象中更难。可也正是这些出乎意料的时刻，让我们更记得每一步是怎么走来的，起起落落，磕磕绊绊，反而让每一段路，每一个瞬间都那么值得。山还在那里，风也还在吹，而我们只是刚好在那个时间走过了这一段路。